在等大家都上来之前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这个星期这10天哈，我画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画了好多哦，可是我却没有录影，就是后面要分享的影片，所以现在心里有一点啊，糟糕了，要那个有空窗期了，要开天窗了。这一张你如果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还有我的粉丝专页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哈。这一张是呃日本老师日本老师他们每年在6月的时候都会发起一个活动，叫做 To You Tango 那今年是第3年，我每年都有跟那不见得是能够完全跟得上，因为6月的时候好像我都还蛮忙的。那这一次真的是看到这2位老师哈，其实他们在 Instagram 上面的直播我是没有当天跟到的，可是事后他们有分享了录影的影片，我就看到这个超级美，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一般纸箱上面拆下来的瓦楞纸哈。你看，这个就是上面这边两边把它稍微剥掉一些，然后就在剩下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作画。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好看，这个是最近这一阵子以来，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内心很激动的一个创意哦，所以我就放下手边的工作，我就马上就跟画了一个这个，当然没有跟他们完全一样，可是 idea 是一样的，我也很喜欢。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学习一下。然后同样是 To You Tango 哈，就跟大家说，因为我多多少少都会跟一些吧。那我这一次我是要利用拼贴的主题所以我就陆陆续续画了一些。那这些都是我用手工裁剪的 ATC 纸砖ATC 纸砖呃，据我所知，官方可能要停手了不过我一向都是自己裁剪的，所以也无所谓。目前我好像只画了5张吧，这个是其中的几张就是这5张给大家看看，就是拼贴。OK，那在台湾的好心意他们最近也有推出一个新的商品，叫做 Tango Life。Tango Life 里面它是一个文件夹，然后有很漂亮的内页，它适合做拼贴等于是跟我这一个我正在进行的这个东西是有 match 到的，那就到时候看看吧，看他们怎么玩。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张缠陀罗。这张缠陀罗看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这个是我录了影片这个是要作为 YouTube 会员频道里面的小渔村的一个缠绕基本功里面的缠陀罗入门课程。那虽然说看起来复杂，可是它完全就是用最基础的技巧，还有最基础的线条去画出来的。那在这一课里面，我有很仔细的讲解怎么样去做圆砖的分割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看起来还可以的作品把它画出来，一点都不难。要相信我，我不会骗你们。OK，这个大概就是我目前好像画的比较多的东西。那还有一个，这个是之前Santango 官方他们的那个 Tango for Health 的 Be Juice Beware Be Juice Beware 我讲不出来了，Be Juice Beware Bundle 这个东西那前后有21张。其实我之前本来不想跟，因为好忙忙不过来。后来想想这个东西其实小小的，画起来不太费劲那所以我就陆陆续续，虽然说它官方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就是慢慢的把它完成。那同样的，我也有分享在我的 Instagram 还有呃脸书的粉砖上面。那这边的话，我是有用了我的小印章先盖了一个印章在里面。这是这一系列我做的一个共同的主题。那这个是一期一会，还有平安。那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静好，静好。OK，这个是喜乐。
啊，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这一张感谢，啊，它这个立体的效果蛮好的。其实这些都是好基础的图样哦，所以大家在画缠绕的时候，不要觉得说自己的图样数量太少哦，因为这些很基础的图样就能够做出超级多的变化。哦，这个是福气满载，这个啊，那这一张是昨天晚上画出来，这个等于是最后一张了，一期一会。然后还有一个是平安知足常乐一帆风顺。哦，那当然给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今天画的，今天割到手了，然后贴了这个 OK Bam 在这个上面，那忍不住就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小的图样，啊，这个挺好玩的。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就是我的印章，哦，这个在台湾的一个店里面买的，哦，一个很可爱的小印章。那这个大家也可以给大家一个 idea 吧，你如果在做缠绕创作的时候，也可以有这些小道具哈，然后让我们的作品，更丰富，变化更多。OK，基本上介绍到此为止，我们要开始我们这一期的共识会了。好，那先抽一张卡片哈，我们今天来抽一张。嗯，I am flourishing，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英文很好，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这个字我懂，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子它应该怎么翻比较好。Image your income is spending easily and effortlessly. Trust that all your material needs are being met by the universe. 相信自己是这样相信自己的收入支出哦是很容易的，而且呢不需要费力的哦，相信自己的所有的物质需要就宇宙会提供给我们足够的丰盛。这个概念我是奉行了蛮久的哈，我是相信宇宙能够给予我们足够的丰盛，在我们这辈子我们能够赚到的钱绝对够用哈。不过这个概念在早期我是没有的，也是这么多年来学习身心灵方面的一些知识跟概念，还有理念之后呢，慢慢养成了这种念头。所以我对于金钱的不安全感呢，跟10年前相比吧，是差的蛮多的哈。那这一个就是我们物质跟精神上的丰富度、丰盛度啊，大家要做一下调整。好，这个是上周的其中一张哈，那你们也把上周染好的纸砖拿出来，我们要准备今天的创作了。如果有新才加入的同学哈，我们用的是 Annie Oken 老师他的 Art Raffle 这一个 App，它的 App 的图标是这一个哈，稍等哦。好，今天这个暗线呢，它有一点像，它应该就是你看它这个写的 cursive letter string，这个字是一个 H，那个草写的 H。哦，安卓版本也有这个 app 了，OK，太好了，非常好。那要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安卓也有这个 app，那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起来。非常感谢 Annie 老师。好，我们拿出铅笔来哦。同样在我们开始是4个角落，先点4个点，然后把它连起来。那在我们做这个连连看的这个时候，我们也顺便来进行缠绕8步骤里面的第一个感恩、感激、感谢。其实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啊，我有在想我今天要感谢什么。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
突然下雨了，那时候已经8点多了，而且雨还不小，可是因为离我家已经快要到了，所以我虽然有伞，可是很懒得撑，然后很快的就跑回家。那我就想说，哎呀，还好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让我遮风挡雨，所以我要感谢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们的感谢与感恩不一定要是人，哦，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这个 H 呢，这个写法就是先画一个这样子一个螺旋，哈，一个 loop，然后再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S 曲线就可以了。我要谢谢我的房子，啊，它不是我的房子，是我租的房子。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超过5年了，谢谢这个房子帮我遮风挡雨，让我能够很平安的住在这个地方。OK，然后当然谢谢我的房东哦，如果他能够不涨房租，那就更好了。好，我们要来看我们的图样了哈。这个图样，这个是一个官方图样，我们是不是有画过啊？我忘记了，好像有诶，没关系吧，我们就直接诶，非常强烈的印象，没关系啦，因为有一些同学不见得是从第一个影片就开始跟嘛哈。有哈，哎，对，有画过，有画过。我们还是再复习好了，现在不要刻意避免什么图样啊。对，这个就是我翻车的那个图样啦。对啦，嗯，好，这个图样就是画上来，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外光环的连连看。有时候我就会想哦，就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就是墨菲定律嘛，对不对？这样子连在一起。好，这边就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关于图样名称的问题。大部分的图样我是不记得名字的，因为现在的图样没有3、5千，我看至少我们是很难去说到底有多少图样存在哦。那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缠绕画爱好者，他们会发，就是会把他们所解构的图样分享到网上。那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看过，那个名字也都是千奇百怪，有一些，也不是英文哈，因为有一些非英语国家的人，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给图样命名，所以记得是很正常的。哦，那我通常就是只记得一些自己曾经画过的。好，我开始画了哦，那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哈，你不记得图样也不要懊恼，因为我也都不记得。我打算是顺着这一条线上去啊，不记得图样名称是没什么丢脸的，会画出来才是厉害，对不对？好，基本上它就是像豆芽菜一样啊。啊，我这一支一样是 Pentel Point Liner 0.1黑色。好，豆芽菜画好了，我们就来画这个光环线。哦，我今天画这个顺多了，
我连下来吧，连到这里，让它凸出来。嗯，好，就这样画一条就好了，不要像上次那样子心太大，老是想要做一些改变什么的。大家慢慢来哦，我这边做加粗还有角落的圆画。那顺便说一下哈，我在会员频道，我有在脸书开了一个专属的私密社团哦。那有人报名，可是因为可能用户名不一样哦，就是脸书跟 YouTube 的用户名不一样，我对不出来，我就没有办法批准让他进入啊。所以你如果申请要进入的时候，记得务必把你的用户名要跟我说一下哦。好，这个是 Moonrise，这个算是一个带状图样哈，它非常适合拿来做边框。重点是在里面的这些弯曲的弧线啊，它是尽量弯一点，画的大了，所以这边要大一点。那这边的话要注意哈，假设说这里中间是在这里哈，你这个圆弧一定要超过中间才行哦。你如果画在这里就太小了。好，这边是半圆弧。那我再换另外一支颜色的笔哈，这样子，从这边基本上是跟这个红线是对称的。哦，这一个，你看这边跟这边这两点是对称，所以会画到这一点。啊，这一点，这个，这个，好，啊，这样子画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外面再加上一条线，啊，外光环线。那里面的图样就可以自由变化了哦。那这边放大给大家看，它做的也不复杂。这一个就是里面画这个珠珠，还有直线条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涂黑直线条跟一个点，都是相当简单的内部装饰。那我们就来画在我们的纸砖上吧。我们这里有一条线，对吧？那我们就来给它一条平行线。这边等于说多加一条暗线哈，所以会是这个区块，这个区块。所以碰到这一个图样的时候，我们会要用到从后面画的技巧啊。那我们帮助我们给自己一个帮助哈，就是我们先用铅笔，我们画，就是这个左右两边要对的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画出来。这个先画出来，我们再画这个半弧，就会很容易。大概这个位置，然后这一个位置，好，你看这边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区段，对吗？好，那我拿出带针笔要开始画了啊。碰到的这个图样要跳过，从后面画这一条。好，这边一路下来都被它遮住了哈，所以就不用画。那这边同样的哈，我们用铅笔帮自己的忙，中间这一条线要先画出来，确保我们画出来的半弧不会过大或过小。它是一个参考线。好，从这一个地方
要连到这个地方的圆弧，再来是这里连到这里，记得要超过这一半哦。再来是这里要连到这里，这边已经被挡住了哈，可是我们自己可以虚化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度。再来是这里要连到这里，同样的就虚化啊，这样子。哎，不对，要超过这里。你看，我就差点就没有画到了，要从这里到这里。好，哦，这边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再来就换这一边哈，那我自己顺手的方向会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要假设这个地方这样子画过来，画到这里，在这一个点要画到这里。哦，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哦，大家慢慢画，一次一笔画就是关键在这里，你慢就不容易出错，这一点到这一点，再来这一点要到这一点。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外面这一条先画出来。好，这里面的装饰呢，我们也就画内光环线吧。我觉得这一条这一条的这个装饰还蛮好看的哦。那我觉得它有点像眼睛诶，对不对？真的是有点像眼睛。我上一个影片就是画的那个达利的那个超现实主义的那一张，你们有人跟画吗？啊，我这边稍微做一点变化哈，我直接就是旁边做原画处理，就这样子就好。好，这个它这边的话，它是直线哈，那我们用斜线吧，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换一个角度。你看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图样出来了。有一种木地板，其实就是像这种构造的。哦，那我一般的习惯的话，会看画面的大小哦，那就是固定，比如说5条线为一组，或者是4条线为一组，这些都是可以，你可以自己安排。那就是两个方向的数目尽量维持一致，就比较不会看起来很凌乱。不过像这个面积比较小，就比较没有办法。大面积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好像我这边基本上是5条线。我这边只画到最初的那个外框线哈，我没有画出去。你要画出去也可以哈，就头尾就连出去都 OK。中间这个菱形的部分哈，我们稍微做一点变化，做这样子画这种圆弧。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哦。这个在哪里？这里。好，后面它就遮住了。头尾那边我就保持它开开的，先不管它。中间我把它涂黑。啊，Mycelium，我今天下午画的这个。哦，这个是很新的图样哦，有很多人很喜欢。我刚开始不是那么的喜欢，可是好像我画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跟它特别有缘。这个图样蛮花时间的啊，那大家要有点耐心，因为它的涂黑部分比较多。一开始先画一条弧线 X 线，好，然后大概在中间的位置吧，啊，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连上来，哦，那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子，感觉像是一个植物的根哦，它伸出去那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接下来，我确定一下哈，画太多了，我不是很确定。好，这个是一种画法。这是最近一次玛瑞亚演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画法。那当然我们就继续哈，可以顺着它的边这样子拉上来，然后把它涂黑。那另外这一侧也是把它涂黑。哦，这个就是涂黑的功夫是蛮多的。那逐渐的就是这样子，它会越来越短，线条越来越短，然后一直去延伸到最边边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个人是会很喜欢，就是这边会稍微弯进来一点，啊，会感觉好像那种伸展的效果会很漂亮，就比较柔软一些。同样这一侧也是一模一样的。哦，我快速的画一下就好了。哦，那像这一边这一侧就可以拉上来，它就会有那种扭动的感觉。好，那这个时候我一般来讲，我会把纸砖要绕过来，转个方向来画会比较好画。那这一个步骤就会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哈，就是我就没有去贴着最开始的这一条线，我就不去贴着它画，而是有一些间隔，然后跟这个之前涂黑的地方平行。哦，你可以先把这些点都画出来都没有关系，同样一个位置，然后就很流畅的线条来加上这些涂黑的部分。这样子来画就会很快。这个图样变化蛮大的，因为它算是一个很自由的图样。我们甚至可以在后面这边再拉过来，它就会变成开叉的样子。哦，这个就看人变化了。OK，那这一个我一般的习惯，我是会在这一侧做阴影，就跟我这一张创作是一样的哈。我就在这一侧做阴影，那这个是这一侧。哦，都是那一条线连着的那一头。那我这边哈，给大家看一下，就这边我就是做了一个变化，让它看起来那个头是有两条线在这里。因为它涂黑的部分非常的多，哦，所以它就会变成我们画面中一个比较重的地方。那通常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比较重的图样我会放在比较下面，
哦，那上面就帮它保持那种轻盈的感觉。那这边我们刚好一个弧线嘛，那我现在打算就是这样子，这个弧度好像太大了，稍微往下拉一点，这样子吧，这样子的一个线条，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画那么大，因为空间有限，到这里就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这边就会上面会被遮住了。好，哦，大家可以先用铅笔稍微勾一下你大概要画的位置在哪里哈，才不会到后来不知道自己画到哪里了。嗯，好，这是我的一开始的线条，我换一支05的。我这边先示意哦，就是黑黑的地方，我等一下下线了以后我会把它补满哦。因为现在如果说要把它画得很仔细的话，会画到很晚很晚，这样子大家会昏倒，我自己也受不了哦。我就先大概这样子随便的涂一下，换这一边哈。就像我刚刚说的，先把这个位置先把它抓出来。其实哦，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图样是很难跟其他的图样做搭配的，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很容易融入他人的图样。因为我现在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呢？我自己是会很自得其乐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尤其是当年纪变得比较大的时候，更喜欢跟自己在一起。所以缠绕画是一个很好的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模式。哦，好，这个是一个放射状的图样。这个图样的画法关键在于它的点位啊，那我们一定是先有一个中心点。那像它这个，它是放出外面是5个像花瓣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就是各2个，所以是10个点。那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多，我们比如说有呃4个就好了哈。你看它这边一开始就是5个方向，那我们用4个方向来试试看，1、2、3、4个。好，那我们先用这种 S 型线先把它连起来。这边中间往外面再画一个，1、2、3，哦，就是比最初的这些更出去。好，再同样的方法再把它们连起来。哦，如果你觉得不顺手的话，就请转动纸转。好，连起来了以后，它就是两成为一组，两个一组。比如说这一个跟这一个，一样是 S 曲线开始，然后再画这种锚定的光环线，
哦，锚定光环线是一种技法的名称哦，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在我的会员频道里面有一个基本技法，就是讲这个，这两个是一组，先用 S 线条把它们画起来，然后再锚定光环线。哦，等于会有4组这个图样，4组线条的组合。好，这些画好了之后，里面就是画一些线条，把它加进去，就这样子而已。啊，后面这些就简单了。他这边说的是5个花瓣的，那我们这边是4个的。啊，那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的，其实就单一一个，这样子，3个点的一个组合。哦，就是这样子。你要画6个瓣、7个瓣、8个瓣，或者是把它拆开都可以。我这个圈圈这个位置，我就要把它视为我的这个中心点，然后来做变化。这边哈，那这是第一个，我就画在这个角落，这样子，会这样子连。那这边我要再来一个圈圈，让它这样子连，这2个再连在一起。是不是就组合出了我刚刚说的，我们说的这个3个点的这样子一个组合，这边就自成一个了 ，OK。然后另外这一头再画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一侧这边可以放一个圆球，然后这边放一个，来这边第一个，这个是这边连过来哈，然后是锚定光环线。然后是里面的这个分割，这个结构就出来了。稍微做一点加粗语言化，这个圆圈在这里，这边一个，好，这样子拉过来，这样子拉过来。这边要想象咯，因为都遮住了，对不对？这样子，好，从这里好，我发现这边也有一个，它可以做同样的动作啊，一个放在这里吧，一个圆圈在这里，一个圆圈在这里。我这边要这个图样，第一个这个图样，我要再来画一条，从这里拉上来，拉到这个地方。哦，这边有一点空，我想要把它补上去。给大家讲一下我这边的思路哈，这里它其实有一个看起来是已经比较完整的一个图形的结束，可是这一头这一块它没有，就空掉了啊，所以我会现在会想，就是这一条线条如果延伸出去会是这里，这边延伸出去会是这里，我希望把它补满，这样子。哦，然后再把中间的线条补进去就可以，这样子会感觉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ending 的部分。OK，好，我就画下去了啊。
哦，那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知道这个结构是怎么样了，所以现在来补就很容易。这边还漏了一块。好，开始上阴影了。我看看哈，那个框的地方，等一下我再看看怎么弄，我也不知道。这边的阴影已经画好了哈，那这个图样的阴影也蛮简单的，就是这个像什么，我也不知道它像什么，就是头尾。中间我们等一下用白炭笔来做高光，这个地方内侧的这里，还有尾端尖尖的地方。啊，我个人的习惯就是会把同样一个图样啊，虽然说它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在做这个阴影的处理，阴影或高光处理的时候，会把它们同时把它们做掉，这样才不会漏。就画在中间的位置啊，那这边也是中间的位置。我们这一张里面其实有蛮多珠珠的哈，那我们就统一一次把它搞定。这些白珠珠，先用白炭笔先把它们涂一下，用棉花棒或者你有干净的紫擦笔把它们涂一涂，然后在中间，哦，这个是我最近最常用的珍珠画法，就是涂一个圆圈圈，然后这些大颗的这样子做就可以了，小颗的先不管它。然后紫擦笔把它稍微匀开，边漏了2颗高光笔，或者是台湾叫水样笔、牛奶笔都可以，给它2个点。我们直接这一些也先点上吧，反正笔在手上。大家手边有金色的笔吗？我发现我超喜欢用这一支金色笔哦，因为它给我们的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我来把这个边边这2条把它涂上金色的。你如果没有金笔，你可以用白色的哦。我觉得这里用白色的应该也会好看。好，里面这个光环线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用金色的来上色。大家在家里画画的时候啊，你如果不想太安静的话，可以放音乐啊。那我这边就不放了，因为 YouTube 对于版权的要求还蛮高的哈。我如果随便放我自己爱听的音乐，很可能就会被黄标，就比较麻烦。那我这边就不播音乐了。
通常我画画的时候，我会听音乐或者是听新闻，听新闻的时间比较多啊。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关心国家大事。嗯，需要听新闻。啊，你看这个金色画出来，这种闪亮亮的感觉。那原则上呢，我的作品会是就是这一个方向了哈，所以我会在这个里面的这一侧，我现在是比较用力的啊，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铅笔画下去比较黑，对吗？比较黑，比较用力，我要给它做阴影出来。然后是这一头，另外这一侧哈，就用这个白炭笔，稍微用力一点。好，我现在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这里面的空间哈，这里面的空间，看这一块，这一块最大，这里面的空间，这边是暗的，这边是亮的，感觉上就是有光线从这边照进来，这边照进来了之后，这边就有产生阴影，哦，这边就变成暗部了。那因为这边暗了，然后这边又亮了，OK，稍微用棉花棒匀一下，轻轻的就好了。因为如果单纯只是用白炭笔画的话，它会感觉厚厚的不自然。哦，这样子就有亮面跟暗面，那就记得这边也会是暗的，所以我们在最外侧这里上一层阴影。现在我们剩下的就是哦，这边漏了一个珠珠，补一下。他们旁边这种好像塞住的这个哦，就稍微加一点白的在上面，一点点，因为面积确实是很小哦，你画太多细节也看不太出来，所以就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好，再来是我看看哈，这个地方我看看，我要把笔头稍微清一下。白色的笔哈，大家要经常把这个笔头稍微在纸上撸一撸，这样就会比较好画。中间给它画一个十字，嗯，好。然后是这一个部分的阴影哦，这个阴影就简单的画一下就好了。那最后呢，因为其实这样子的话，画面好像有一点涣散，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就是乱乱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可以利用，你如果有灰色的笔，就用灰色的笔；如果没有哈，那就用铅笔。那今天我就用铅笔来跟大家一起画，就铅笔可以用力一点，用樱花的灰色带针笔也可以哈。虽然我也是有那个笔啦，可是考虑到可能大部分的同学是没有的，我就用铅笔演示给大家看，它会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就是蛮用力的哈，所以就会显得好像比较粗一点。我们在这边就画出一个框来，就沿着这个，你大概就是感受一下，
这个框大概这个大概比0.5大概0.78公分吧，你自己斟酌哈，看你喜欢多大都可以。好，这边就都没有了，都被遮住了。好，像在这个角落的地方哈，我们就画一个这一个对角线，把它连起来。想象这里有对角线，好，这边通通都被遮住了。这里还有一条，我们就画什么？画春天图样。因为面积很小哈，所以不用太介意它的顺序是什么样子。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个螺旋的图样把它画出来。哦，你看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框之后，是不是那种视觉焦点就会比较集中到中间来？哦，就不会好像整个都散开了的样子。哦，不管任何角度都是可以。好，那这边的话，我要把这个里面啊，稍微再给它一点阴影，就是内侧的部分。能加的地方其实已经不多了啊，这个地方也可以。这边给它一点点亮度，稍微加一点。再来就是要把这个地方要把它涂黑，要涂满。我现在来涂吧。啊，整个涂黑以后就好看一点。这个部分哈，我们这边是用的铅笔做的阴影，上面这边哈，我们可以用白笔来做提亮，画一条就好了。哦，制造一点视觉上面的一些效果。找个地方签名，来靠近一点看看。嗯，好，这边可以加阴影，右侧跟下方，经常会这样子哈。有时候画一画，哎，觉得画好了，然后又觉得，哎，好像还可以再加强一点。我们紫砖有染色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种像阴影跟高光哈，它就会显出那种透透的质感。然后这一侧我用白的直接涂，让那些颜色变淡。已经完成哦，哦，大概就是这样子，立体感还是不错的，对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张创作咯，哈，大家如果画好的话呢，就欢迎把它放在我们的脸书的社团里面，或者是可以放在 Instagram 上面哦，记得要关注我的粉专哦，我的粉专上面经常会有一些活动讯息，或者是我有新的影片，或者是嗯。没有录影片的我自己的创作，我都会分享在粉专上面，啊，还有 Instagram。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共识会的创作。现在已经11点了，哈，时间也蛮晚了。
大家如果还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哦，哈。那录制的影片，呃，一般来说，YouTube 它就是会在12个小时以后，我可以下载，然后再做，剪辑，然后加字幕。那很期待要看到你们的作品哦。OK，那我们的今天的共识会就到这个地方要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的赞美。OK，大家晚安。